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在公司辛勤工作了8年，我终于成为了销售冠军。刚升任销售总监，竟被老总的亲戚诬陷开除，他对我极尽侮辱。王小川，想留下来也可以，以后专职给我擦鞋。离开公司后，我自立门户。1年后，他跪着用袖子给我擦拭着皮鞋上的9字，谄媚地说：“川哥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以后我每天都给你擦鞋。”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叫王小川，大学毕业就进了行业内知名的金星机械设备公司，入职从销售工程师做起，因为够专业，肯吃苦，业绩一直稳中有进。老领导很赏识我，一路提拔我做了大区销售经理，工作快8年了。我负责的2个省，销售额占公司销售总额的1半以上。在公司还有个恩爱的女朋友，本以为稳稳当当的再奋斗几年，就能过上幸福圆满的生活。没想到老领导突然退休，改变了这一切。老领导张总是销售总监，是公司刚创办时就一起和总经理打拼的公司元老。这天，老领导把我叫进办公室：“小川，这些年你做得很不错，以后公司销售部就交给你了。”我很惊讶地问：“啊，为什么？这么些年陪客户把身体都快搞垮了，年纪大了，也该退休养老了。”他喝了口茶：“我和总经理谈过了，销售这块的业务由你负责，销售以外的事宜由行政经理杜强代为行使总经理职权。”我心中暗道不妙，公司传闻杜强最会瞒上欺下，不是良善之辈。我皱了皱眉，问道：“关系户？”张总点了点头，他是老总的远房亲戚。我心中虽然膈应，但还是回道：“我一定好好配合，不辜负领导对我的信任。”很快，销售部的兄弟们都知道了此事。这几年，公司的业绩这么好，全靠川哥没日没夜的给客户做服务。听说昌盛公司又要开新厂区了，只要拿这个订单，公司规模还要更上一个台阶。川哥升任销售总监是众望所归。听到他们的议论，我心里也非常高兴。谢谢大家的抬爱，能有这么好的业绩，大家都有功劳，团结就是力量嘛。趁着这个机会，晚上我请客，咱们去吃巴黎大龙虾。然而我刚正式上任，杜强就开始整活了。他拿着一份销售整改方案来到我的办公室，扔到我的办公桌上。我迅速浏览了一遍方案，主要内容是对各区域销售经理负责的区域进行调整。果不其然，我一直维护的大客户昌盛公司被他分走了。我不动声色地说道：“杜副总，我刚接手销售部的全面工作，你就过来插手不太好吧？”杜强挺着肚子，斜眼看着我，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笑容。王小川，你还真拿自己当块料了。现在公司是我说了算。我怒目而视，说道：“我是靠实打实的业绩提上来的，这2年我都是公司的销冠。”你还没等我说完，他伸手抢过我手里的方案，用手指点着最后总经理的签字。你睁大眼睛看清楚了，这方案是总经理批准的。他很得瑟地说完，还阴阳怪气地大声嘲讽道：“什么屁销冠，别老守着昌盛公司吃红利了，人不能那么自私，要为公司着想，为公司全体员工着想。你有能力就要去开拓新市场吗？”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抢业务的事还说得这么冠冕堂皇。我紧握着拳头，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话：“好好好，我执行这个整改方案，你可别后悔。”
杜强以为我服软，得意的哈哈大笑。这就是对了吗？中国有句古话，怎么说来着？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我冷着脸，不再多说。可能在他眼里，销售就是拿公司的费用请客送礼，给点回扣就成，谁来接手都是一样。但他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客户服务做得有多深。杜强为了打压我和兄弟们，把销售区域全部打乱。他拉拢了几个区域经理，把几个业绩好的几个大区打散了分给他们，把几个没基础的区域分给我和几个要好的兄弟。灯火通明的大排档，吴涛拍着桌子大骂：杜强这个老壁灯，狗仗人势，一定要给点颜色他瞧瞧。吴涛是我带出来最出色的兄弟，配合得非常好，是我连累了你们。我拍拍兄弟的肩膀，我有个主意，咱们直接让几个大客户暂停下单，看他怎么办。吴涛瞪着眼睛直点头，还是你小子有办法。大家纷纷碰杯表示同意。干他妈的，最朴实无华的办法往往最有效。之后区域轮换交接工作做得很草率，杜强安排为了节省差旅费，不用搞什么现场交接，直接通过发函完成，省钱省力，节约成本。口号喊得震天响。不过外行就是外行，我们几个分别给关系可靠的老客户打电话，解释了一下，并且暗示暂缓下订单，然后就各自去拜访新区域的客户。出差了快1个月，刚回公司，杜强就冲进我的办公室：你这个销售总监怎么当的？这个月销售额连上个月一半都不到。我无奈摊手：改革方案是你提出来的吗？杜强大声说道：给你在这工作的机会就不错了，还搞阳奉阴违这一套，只需要30秒，我就可以把你扫地出门，你懂吗？我盯着他：你是在威胁我吗？只要取消区域调整方案，说不定订单就可以恢复了。我这样调整是为了公司所有人，你不能把公司最大的客户独享啊！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把昌盛的业务好好的移交出来。我轻蔑地看着他：所有客户的业务资料我都按要求提交了，你们接不住不能怪我呀！杜强气急败坏，摔门而去。2个月后，几个大客户不下订单，新客户也不给力，公司销售额快归零了。供应商排着队在财务室催材料款，员工工资也发不出来。这个杜强升了副总之后乱搞，为了抢业务，公司都要被他搞垮了。听说他不但贪，还把行政部的几个小姑娘都被他霍霍了。公司里小道消息乱飞，杜强急得团团转。老客户那边再不下单，也支撑不了多久了。他们库存的耗材、备件用的差不多了，有些设备也需要更新。如果再硬撑下去，这些老客户要找别的设备公司合作了。就在我以为杜强应该差不多要退一步的时候，没想到事情更加恶化了。这天，杜强带着2个保安来到了我的办公室，把几份文件扔到我桌子上。看看你做的好事，居然私自停发客户的货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还用小厂的3无耗材以次充好，欺骗客户。我拿起文件一看，是2份客户调查报告，还有1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。这2个客户都是新区域的，他们本来用的耗材就少，这段时间压根就没下单要货，更谈不上什么以次充好了。我怒道：杜强，要我走你正常辞退就行，为了不付补偿金，居然搞假材料诬陷开除我。王小川，现在公司这些损失都是因为你，还想要补偿金？做梦吧你！我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不甘，这么多年的辛勤付出，难道就这样付诸东流了？
我在公司干了这么多年，不算功劳也有苦劳，你这样搞下去，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哈哈哈哈！杜强大笑着。王小川，你想留下来也可以，以后专职给我擦鞋怎么样？杜强满脸得意，又凑到我身边说：“你不过是个打工仔，我是老总的亲戚，跟我斗还嫩了点。看看你，真是个狼狈的废物啊！”说着，吩咐保安清理我的物品，让我立刻滚蛋。他在办公室大声宣布，王小川因为欺骗公司客户，已经被开除了。同事们都诧异地看了过来，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餐厅里，张科问我怎么搞成这样。张科是我女朋友，这事公司里只有我最好几个兄弟知道。我答应他，等我买了房，就在公司公开求婚。她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全公司最耀眼的女人。她在行政部工作，是杜强的下属。杜强这个人喜欢搞阴的，早就跟你说了要防着点。我看着他泪眼婆娑的样子，却不知道如何解释。说好升职之后找机会看新房的，这还没来得及去呢，结果被小人踢出公司了。只是有些环节我想不通。我疑惑地说，以我对杜强的了解，他不应该能这么淡定，步步为营的。难道有人在给他通风报信，然后他将计就计，借机把我开除？可是知道我们这计划的，小川，先别乱想了，吃饭吧。张科直接打断我的话，又给我碗里加了点菜。正在这时，吴涛打来了电话，杜强那老壁灯把我和几个兄弟都给开除了。原来杜强这几天在公司趁乱清除异己，提自己的亲信上位，不听招呼的全部都开除了。除了销售部的，别的部门还有10几人。回家的路上，想到杜强那丑陋的嘴脸，我们这些兄弟拼命拿下的业绩，我下定了决心。我给张科打电话，能帮我把最近公司开除人员的名单和联系方式给我吗？你要这些做什么呀？我直接给你这些资料不太合适的。听上去他有点为难，我也不想勉强他。好吧，那算了，对不起啊，小川，没有帮到你。没事，我能理解，这是你的工作吗？我把销售部被开除的几个人拉了一个群，让他们把知道的其他部门开除的人也拉进来，群名改为海纳百川逆袭小组。我说，兄弟们，这次公司开除的人都是杜强容不下的精英，我们不能白白让他摘桃子。我有一个计划，想和大家商量。好的，哥，你说。此时的我还不知道，我的女朋友张科正躺在别人的怀里。强哥，王小川找我要最近被开除人员的名单，我没给他，是不是有什么新计划？张科表情有些不安。宝贝啊，你怕什么呀？他一个打工仔，什么都没有，能翻出来什么花来？说着，把臭嘴拱到张科那雪白的脖颈下。第二天，我在群里详细说明了创办新公司的想法，大家想出这口恶气很久了，纷纷表示同意加入。说干就干，我们很快就租了办公室，办完了公司注册等前期工作。新公司叫百川机械设备销售公司，由于前期资金不足，自主做设备的前期开发、设计和后期的销售、售后服务等轻资产服务，中间重资产的生产环节由金科公司提供支持。金科机械设备公司的方总原来也是金星公司销售部的人，是张总带出来的，后来离开创办了金科公司，一直和金星关系紧张，摩擦不断。由于销售受到金星的打压，生产一直不饱满。这次我们在老领导张总的撮合下一拍即合，我握的金科方总的手。方总，今后咱们就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方总感叹道，
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张总在我面前没少夸你啊，哪里哪里，以后还需要方总多支持啊。趁热打铁，整整2个月，销售团队出差都没回来过，群里捷报连连，很多老客户相信我们团队的专业服务，选择和百川公司签单，销售支持这一块也憋足了劲，非常给力，整个团队士气如虹。杜强裁人真的挺有一手的，开除的全都是精英，大动脉切得非常准。这天，我收到了昌盛公司采购部助理许田的邮件，告知我昌盛的新厂区即将要竣工了，让我去拿图纸和标书，规划新厂生产线设备方案。大活终于来了。还在金星的时候，昌盛公司一直是我负责的客户，关系非常好。百川公司一成立，昌盛就和我们签了一部分的设备合同。这个新厂区项目更是重中之重，如果能成功拿下，不说前期上亿的销售额，后期每年的备件、耗材也将是极为稳定的收入。拿回资料后，我全部精力都放到这个项目中，连续在公司加班熬夜做方案，经过半个月的不懈努力，终于赶在约定时间内做出了方案。由于工作的太晚了，就直接躺在公司的沙发上睡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吴涛过来叫醒了我，提醒我该出发了。收拾的时候，我发现笔记本电脑是开着的，我记得昨晚好像关了的呀，也许太累了，记错了吧。下午到了昌盛公司，许田带我们进入会议室，然而我没想到，里面出来2个熟悉的人，竟然是杜强和萧洪武。杜强不懂技术，萧洪武原来是我下属，挺聪明，但工作时间不长。他能处理这么复杂的方案吗？而且他们居然排在了我们的前面。杜强看着我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就你们这破小公司，也想拿这么大的项目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！”看着杜强那嚣张的嘴脸，我疑惑他们哪来的自信啊？毕竟金星有技术的几个人，可是都让他给开除了。整理好心情，我和吴涛走进了会议室。昌盛公司的总经理徐总和几个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全都在场，逐一打完招呼，我示意吴涛分发了方案资料，随即打开项目方案的 PPT， 开门进山地进行讲解。新厂设备全部采用行业最先进的智能照牌识别、自动送料系统，相比老产线。然而随着我的讲解，昌盛的徐总却蹙起了眉头。坐在他旁边的工程部方经理敲了敲桌子，打断道：“等一下，这个方案是你们自己做的吗？”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他突然提出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？正要展开说，方经理又一次打断了我。我问的是这个方案是你们自己做的吗？这次他把自己这2个字咬得特别重。我愣了一下，耐心地回道：“是啊，从接到项目材料没日没夜地赶，昨天晚上才刚刚做好。”他冷笑一声，扔了一份资料过来，质问道：“那怎么和金星的方案一模一样？这怎么可能？”我惊呆了。吴涛抓起资料翻看了几页，小声对我说道：“居然真的一样。”我不可置信地伸手接过来，也迅速浏览了一遍。资料上除了公司名不同之外，其他内容甚至连字体都一模一样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喃喃地说道。工程部方经理看我这副模样，冷冷地说：“就到这里吧。难怪刚才金星的杜总说，你们百川公司偷人才、偷技术，什么都偷。看来果然如此。”从昌盛公司出来，回到家，我整个人都还处在一个懵逼的状态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？肯定有内鬼。难道是吴涛？他辅助我做这个项目，
需要的辅助资料都是由他提供给我的。可是方案核心文件保存在我的电脑里，而且文件是有密码的。就算文件被他传出去，杜强是怎么知道密码的？这方面我是很小心的，采用的特别加密，输错3次，文件就破坏了。还是和吴涛再谈谈，他今天心事重重的，感觉很奇怪。我给他打了个电话，响了好几声才接通。你在哪？有空再谈谈吗？哦，我有点不舒服，已经睡了，要不明天再说吧。他小声地说着，但是我隐隐约约好像听到话筒里传来一点歌声。红玫瑰 KTV 是这个区最火的商 K， 我也是常客。进了红玫瑰 KTV， 跟前台说朋友在里面，到包厢区挨着找了一阵，居然真让我找着了。我推开了门，沙发上坐着4男2女，杜强的两边坐着萧红武和吴涛。昌盛工程部的方经理一边搂着一个女人。吴涛看我进来，先站了起来，满脸尴尬，正要说话，杜强抢先说道：“这不是百川的王总吗？怎么这样巧，哪里都能碰到你？”我没有理他，看着吴涛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吴涛侧过头，不敢和我对视。对不起，我有苦衷。我很生气，说道：“有什么苦衷？你可以跟我说呀。你对得起公司里的兄弟们吗？”杜强哈哈大笑：“你还嫩了点，什么兄弟不兄弟的？今天哥高兴，给你上一课，记住了，成年人的世界里只有利益2字。”我无视杜强，盯着吴涛。杜强被我无视，可能感觉很没面子，气愤地说道：“走开，不要在这里碍眼了。明天吴涛就是金鑫的项目经理了，专门负责昌盛的项目。”说着招呼服务员赶我出去。服务员伸手做了个手势：“不好意思，先生。”吴涛低头不语。萧红武眼神闪烁，我甩了一句狠话：“你们等着瞧。”退出了包厢。没过多久，我收到一条吴涛的信息：“对不起，川哥，从项目开始，杜强就一直让我过去，我都没答应。后来家里出事急用钱，杜强帮忙出了钱，还要用3倍工资请我回去，我才不得已趁早上你还没醒的时候把文件发过去了。事已至此，他没有再骗我的必要了。这么多年的兄弟情况，又给你爸填赌博的窟窿了吧？这次我不怪你，以后我们再无兄弟情谊了。最后，我想知道文件密码你是怎么解决的？”“文件密码？我不知道密码呀。”我没有再回信息，我心里隐约知道什么了，只是我不愿意面对。想起包厢里萧红武的表情，难道他知道所有内情？次日，我约了昌盛的许田在餐厅见面，想要和他解释。夜幕降临，城市的灯火如同繁星点点。许田穿着一袭浅粉色的连衣裙，领口还有个可爱的蝴蝶结，她脸上带着甜甜的笑，眼睛像黑宝石一样亮晶晶的。我们边吃边聊，想到昨天杜强的所作所为，我趁这个机给他讲了整个事件的全部经过。他默默听完，说道：“所以说，不是你们偷金鑫的方案，是他们贼喊捉贼，你信吗？”我问。我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信你。他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，又黑又亮的眼睛看着我。是不是？你们已经发现了些什么？我试探着问道。他看我的样子有点窘迫，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好啦，不逗你了。其实你们走了之后，我们又开会复盘了你们的项目介绍。你们2家的方案虽然是一模一样，但是金鑫在介绍的时候非常不连贯，而且明显有很多重点都没有讲出来，而你在介绍的时候能基本脱稿，有些材料上没有展示的亮点都补充了出来。”原来如此，他接着说，
在你离开金星公司后，他们供应的耗材有以次充好的情况，对我们造成了一些损失。关键是他们还死不承认。我们从侧面了解过他们的内部情况了，跟你说的基本一致。我心想，这个杜强真是不知死活。昌盛是行业内的标杆企业，竟敢搞出这种自掘坟墓的事来，看来要不了多久，金星就要完。我问道，为什么要这么帮我？这么重要的事私底下跟我说。他莞尔一笑，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反问我，你看我这身裙子，你眼熟吗？还有这个蝴蝶结，我当然眼熟。3年前，在上班的地铁上，旁边站着一个女生，穿着一袭浅粉色的连衣裙，领口还有个可爱的蝴蝶结。因为她低头看着手机，我看不到她的脸。到一个中间站点开门的时候，人群向外涌出，突然听到她的叫了一声，然后一手捂着胸，一手指着一个矮胖的中年人背影，急道：你。那个中年人头也不回，加快了脚步向外挤。我以为有人偷东西，一急就追了出去，嘴里喊道：抓小偷！地铁站的保安马上靠过来，我们合力将那个中年人抓住了。我回头找当事人，却发现围观人群里没有那个女生，地铁已经开走了。后来调了监控才知道，这个猥琐男咸猪手摸了那个女生，由于角度问题，没有拍到女生正脸。不过这身装扮我是印象太深刻了，难道这个女生就是许田？我万万没想到居然会有这样巧的事，试探着问：地铁？他点了点头。你当时可真帅。他笑着说。我感觉他眼里有光。确实，我回想起来，从3年前开始，昌盛和金星的合作金额大大增加。可是一个采购助理的主要责任，无非就是整理公文、对账、跟进度这类辅助性的工作。一念之间，我想到昌盛的总经理也姓许。不会吧？我压抑着心中的难以置信。你是许总的女儿？他点了点头，沉默了片刻。他抿了一口茶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要反击。我看着远处江面上的游轮，我要争一口气，不是想证明我有多了不起，我就是要告诉所有人，我失去的东西，我一定要拿回来。许田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你在拍电影呢？我憋着笑说，正经的。我和许田商量，觉得应该从萧红武这里突破。许田以了解项目为由约来了萧红武。萧红武过来看到我和许田一起，一下就明白了。他主动道歉：王总，对不起，昨天杜总给我项目方案逼我改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，这事不能怪你。你很聪明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方案进行基本的讲解，说明你的能力很强。以前我没有及时发现你的潜力，是我的失职，让你在金星公司受了委屈，还被迫跟着杜强做这些不好的事。现在有个机会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吗？萧红武点了点头。我是身不由己，杜强接管公司后做的坏事太多了，我不想丢了工作。我看着他说，你还知道些什么？萧红武完整地交代了杜强窃取我们百川公司设计方案的全过程。为了防止背黑锅，全部保留了证据。在接管公司的这几个月里，杜强还做的很多愚蠢的操作。为了捞好处，他找了不正规的小厂替换原来的供应商，用不合规的便宜材料。现在很多客户都在投诉，他是能拖就拖，能赖就赖。萧红武拿出一沓材料，这些都是我不小心多复印的单据。我和许田目瞪口呆。我问，你怎么准备的这么周全？他气愤地说，杜强把你们这些骨干开除后，留下的要么和他狼狈为奸，要么就拉出来背锅。
前段时间有个新员工刚进公司1天，他就说设备问题是新员工没质检好，赔了好些钱。杜强的这些迷之操作我看不懂，但我大受震撼。萧红武交代完，我又叮嘱了一番，让他暂时还是先回去金星。临走的时候，我突然又想起了一件事，我问他，对了，项目方案的文件密码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是杜强给我的。他从证据资料里翻出一张便笺，哦，找到了，在这里，说着递给了我。我一看，果然是张科的笔记，上面写着2组数字，分别是我和他的生日。终究还是他背叛了我，我脑袋顿感一阵眩晕，有点想吐。真相大白，许田又帮我组织了一次方案宣讲会。昌盛公司的会议室，我详细的讲解了我做的新厂设备方案，基本框架定下来了，另外提出一些细节的意见和建议，正常推进。他们管理团队都非常满意。我故意让萧红武透露了消息，把杜强引到昌盛来。正当我们和昌盛的管理团队们确认了方案，准备签意向协议的时候，杜强带着吴涛冲进会议室大喊，等一下，你们等一下。杜强一只手按着大肚子，一只手撑着桌沿喘着气，他不可置信地扫视着会议室的场面，目光最后落到工程部方经理的身上。老方，你说句话呀。方经理欲言又止，狂使眼色。杜强看方经理不说话，有点急了，提示道，百川的方案是偷我们金星的，你们怎么能和他们签约呢？还没等其他人说话，我抢着说，杜强，不要随便污蔑人啊，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方案是偷你们的？难道你看过我们的方案？哼！杜强自知失言，冷哼一声，看向吴涛。吴涛硬着头皮说道，我知道一些，你们百川的方案确实和我们金星的方案有点接近。杜强这时脸色缓和了一些，眼中露出轻蔑的神色。王小川，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嘴硬了，方案是我们先提交的，你们后提交就是偷我们的。要不是看在昔日同事的份上，我早就报警抓你了，你还是自己退出吧。要不是我提前拿到证据，差点就要被他这副气定神闲的样子给唬住了。我平淡地说道，先不说我们百川的方案，你们金星的方案通过昌盛技术审核了吗？是当然了，我们金星的方案工程部方经理早就审核批准了，你不要在这里纠缠了。怎么脸皮这么厚？我要是你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了。杜强一副拿捏住我的样子。哦，方经理是不是前几天在红玫瑰 KTV 审批的那个方案？我淡淡地问。方经理急了，你什么意思？不要胡说八道，那天晚上我可什么都没答应。哦，那你们一起那里干什么？不要说只是叙旧而已，我追问道。我们什么都没干，只是叙旧。杜强反应过来了，气势已经明显没那么嚣张了。我心中冷笑，真是蠢材，稍微拉扯一下就不打自招了。我对杜强说道，那么你们金星的方案就是没有审批吗？可是我们百川的方案已经全部审批完毕了，现在我们正准备签约。如果你现在能给我说说你是怎么偷取我们百川的设计方案的，我或许可以考虑给你分包一些订单。杜强气得额头青筋暴起，终于被我挑衅的爆发了，用手指着我说，我偷你们方案又怎么样？你有证据吗？我把一叠复印件扔桌子上，真的是自作孽不可活，你自己看看吧。杜强拿起来看了一遍，突然发疯一般把文件撕个粉碎，然后又像川剧变脸一般舔着脸笑着对我说，王总，我们退出，我们马上退出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小的一马。
以后再也不和你们百川抢业务了。”众人目瞪口呆。其实我已经掌握了充足证据，随时都可以起诉杜强盗窃商业机密。不过我需要等一个契机，让他永不翻身。我大声说：“那就快滚吧！”杜强如蒙大赦，屁滚尿流地爬走了。闹剧收场后，百川和昌盛顺利地签了新厂区的设备合同。由于这个昌盛新厂区项目投资巨大，技术先进，签约后又联合商业合作伙伴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新闻发布会，百川公司因此名声大噪。反观金鑫，因为使用劣质耗材，导致主要业务到处暴雷，市场声誉受到了很大的影响，客户渐渐被我们吸收。对于张科的劈腿背叛，我感到愤怒至极。但是考虑到我们3年的感情，再加上杜强的计划也没有得逞，我给他发了信息，提了分手。通过萧洪武得知，杜强先离了婚，然后在公司高调向张科求婚了。她终于成为了公司最耀眼的女人。尊重、祝福，所死，早死。果然好景不长，杜强这草包昏招不断。金鑫公司销售惨淡，生产处于半停滞状态，员工几个月工资都发不出，供应商整天围在厂门口讨债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百川公司订单爆满，甚至导致金科公司即使采取3班倒的生产模式，也不能完全满足订单，货期拖得很长。正当我为此发愁的时候，我想到了日落西山的老东家金鑫公司。香阁酒店8楼最大的财富厅门口的 LED 屏上闪烁着热烈庆祝百川公司成立1周年的字样。大厅里人头攒动，气氛欢快。我和温婉漂亮的许田端着香槟穿行其间，对参加宴会的朋友们的支持表示感谢。那边昌盛的徐总正微笑着跟闻名全国的行业大拿雷云聊着。百川公司业务势头很好，扩张很快。由于金科的生产力所不逮，我正考虑找一块地皮建厂，自主生产一部分订单。因为比较急，托徐总帮忙找朋友疏通一下，看能不能缩短一些用地审批的时间。没想到徐总出手，就邀请了行业大拿雷云。徐总对我招了招手，我赶紧快步走过去。一阵寒暄过后，进入正题。交谈的过程中，每当雷云说到一些重要的点，他后面跟着的一群平时在公司威风八面的老板们都微笑着点头附和，当真是多个朋友多条路。大拿的几句话就能让我少走好几年弯路。这个时候，不远处的杜强看到这一幕都呆住了。可能他实在不能想象，这个平常只能在电视上才能见到的人物，怎么会来参加百川这个小公司的周年庆。杜强是我邀请过来的，他带着珠光宝气的张科，可能是带着看戏的心态答应来的。刚到的时候，他们还牵着手在我面前秀来着。以前是我看走眼了，张科这样真的很俗。直到身旁的许田适时地挽起了我的胳膊，他们才识趣地找了个角落消失不见了。此时，我余光看到杜强和张科就在旁边不远处。看到这一幕，杜强都有点手足无措了，他一副想要逃走但又走不动路的样子。突然，他两腿发软，摆动了几下，瘫倒在地。强哥，你怎么了？张科脸色煞白。本来他们是来看笑话的，结果好像他们自己成了笑话。这动静惊动了正在愉快交谈的行业大享一行人。这时，雷云问道：“他们是金鑫公司的，最近因为设备质量问题，正和我们在打官司。”徐总淡淡地回道：“哦，还有这种事？”副市长雷云看向身边的助理，
他的助理心领神会，赶紧站出来一步，我马上安排。说着就拿出手机拨着电话。雷云皱着眉，又大声对助理补充了一句：“查全面一点。”助理点点头，对着手机说着什么质量监督、税务什么的。对于有潜力的企业伙伴，我们要大力扶持；对于行业里的害群之马，我们要及时帮助他们走回正轨啊！雷云对周围的人说。大家赶紧鼓掌点头称是。又说了一会儿话，雷云一行人就退出了宴会。杜强被扶了起来，坐在旁边，一脸茫然，气都不敢大声喘。愣了一会儿，他用央求的眼神看着张科，小声地说着什么。听到杜强的话后，张科面露为难之色，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。只见杜强又用凶狠的眼神盯着张科，嘴里嘟囔了两句什么。张科一脸惊呆了的表情，随后气得满脸通红。我刚跟一个客户聊完，转身就看到杜强带着张科向我走过来。杜强脸上露出谄媚的笑容，谄媚的让我都觉得有些恶心，想到了他以前那种嚣张态度，与现在的谄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小川，川哥，哦，王总，你们百川公司发展的真好啊，一个称呼都整不明白。还川哥，恶心不？张科在旁边笑得也很假，以前在一起3年也没见他这样笑过。我恶心的差点吐了出来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有什么话直说。”张科赶紧道：“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有点误会，我是来解开误会的。我们没有任何误会，你当初偷偷跟他搞在一起，还配合他偷我设计方案的事都很清楚了，我没有追究就已经很大度了。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不能没有关系啊！你原谅我吧。其实我一开始还是很看好你的，跟了你3年。结果你连个房都买不起，我能等你几个3年？你说这能全怪我吗？你就没有责任吗？说着，他还哭上了。我算是听出来了。哦，你劈腿还成我的责任了？嫌我穷？你可以光明正大的分手吗？我绝不是那种会纠缠的人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听得热血上涌。杜强看我要生气，突然一巴掌甩到张科脸上。你个小贱人，会不会说话？惹得川哥生气。张科委屈的哭得更大声了，披头散发的说道：“你能不能不要叫人扎金心了？我求你了，这样搞下去，金心就要没了。他给我买的房子卖了填进去，都没一个水花。原来挪用的钱给你买了房子，又给卖了呀。杜强这一手玩得真溜啊！第一，我没能耐找人查你们，他们是就事论事。第二，金心是你们自己搞崩的。你为了中饱私囊，开除了公司里的这么多尽职尽责的同事们，现在没有销售了，工厂都要停摆了，还做假报表哄骗老总经理。我看你们能撑到什么时候？我大声地训斥着这对狗男女，手里的香槟没注意洒到了皮鞋上。杜强见我不为所动，一边拉着张科在我面前跪了下来，一边用袖子擦着我皮鞋上的酒渍，嘴上哀求道：“以前是我不对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以后我每天都给你擦鞋。”我一脚把他踢了个趔趄，厌恶地说道：“恶心！”萧红武冲过去一个大比斗：“你也有今天！”围观的同事有不少从金星出来的，忍不住过去，有吐痰的，有唾骂的，有的供应商拉着他要钱，有的客户上去提两脚，叫你用烂材料害我，真的是惨不忍睹，直到我都看不下去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别说了，后面的跟警察说去吧。杜强和张科被警察带走了，证据确实充分，他们已经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和挪用资金罪，等待他们的将是牢狱之灾。
金星公司被杜强掏的只剩一个空壳了。最终，在老领导张总的斡旋下，我从总经理手中收购了金星。面对因质量问题与老客户产生的纠纷，我们采取了积极的维护措施，成功挽回了大量客户的信任。同时，我清除了所有与杜强沆瀣一气的人员，并将原来逆袭小组的成员都安排到各部门担任重要职务。一切尘埃落定之后，还是那个高层旋转餐厅，我握着许田白净的手，慢慢为她戴上了求婚钻戒。她穿着一袭浅粉色的连衣裙，领口还有个可爱的蝴蝶结。她的脸上带着甜甜的笑，眼睛像黑宝石一样亮晶晶的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